早知道我不该跟你说那些话。何必要在这受气呢？有那么想不开吗？实在不行的话，你跟我一起走吧。你不是已经打算跳槽了吧？其实以你我的能力，去任何一家投资公司都不难的。可是你才来了这么几天，就要走，是不是有点太心急了？而且你怎么知道去到别的公司，就一定不会遇到同样的问题？是啊，你说的对，所以我也没想好，还在考虑之中。但如果一直这么靠下去，看不见希望，真的太难熬了。不管怎么样，你考虑一下。我知道你不想认输，我也不想。但其实，我们更应该为自己的未来打算一下。这周的投决会，你不考虑申请延期吗？既然2组的项目已经搁置了，你也不用再那么仓促了。延不了，我怕夜长梦多。合作这事儿就跟谈恋爱一样，你得打铁趁热。万一拖着变卦了怎么办？算你还有自知之明。这回的确是你救了直播一命，可是，一旦打开了与其他行业合作的这扇门，那以后选择的项目就多了去了。只要你不抛弃我就行。老吴，站在朋友的角度，我必须提醒你啊，农业项目对直播平台来说那是纯良无害的救命稻草，可是从投资角度来说，它依然是冷门。就算有直播的加持和助力，但是在投决会上依然会遭遇那些对农业项目的普遍质疑啊。我知道了，亮点归亮点吧，农业项目本身的问题依然存在。你放心吧，我会做出一个更全面的方案的。你要真以项目为重，为什么不主动先去找曲总，赢得他的支持？你怎么知道他就一定不会支持你？有时候，并不是只有朋友能帮到你。我知道对于你来说很难，但是对于项目而言，文案做得再好，也抵不过决策人的一句话。好。哦，对了，4组那个千里寻仙的项目计划书你看过没有？您说的那个农业直播那个事儿，啊？哦，你是不看好了？农业项目嘛，本来就是雷区，周期长、风险大的，而且未来还有很多想象不到的一些困难，可不是刷点热度就能拯救的。我觉得呀，这就是一大火坑。那吴克之为什么非要往里头跳呢？他想显示自己的与众不同，所以逆流而上呗。我不管他是逆流而上还是顺流直下，过程不重要，我只看结果。邱总，问题准备得怎么样？我能想到的问题我已经列了一下。这怎么可能列得完呀？还多着呢。管不了那么多了，抓紧时间排练吧。
我想问一下啊，你们除了直播之外，还有没有其他措施呢？我们提供的这个方案，不只是和直播平台结合，而是一整套的透视化农业生产概念。光能看见有用吗？外行也就是看个热闹。所以我们会聘请专业的技术人员和农场的员工一起参与直播，好让消费者可以充分的了解农业种植、养殖的相关知识。那你觉得，有多少人乐意看科教节目，而且还是农业类的？你别找茬啊你！可是，投决会上，请控制一下自己的情绪。不好意思啊，曲总，但您可能误会了。我们要做的不是一个农业类别的科教节目，而是一个体验感高、趣味性强的农业互动项目。消费者可以利用 LBS 定位系统直接的参与农场管理，随时监督。除此之外，对不起，我打断一下。那如果有人散布谣言，捏造食品安全问题怎么办？我们当然会引入第三方农产品检测机构，并且随时的将检测结果上传到平台数据库，好让消费者可以及时查验。还有问题吗，曲总？谣言止于智者，但问题是，哪儿有那么多智者？你这问题已经超出项目范围了。那我再问一下，要如何控制农产品的产量？通过网上认养，由消费者自行选择，并且根据需求量和品种进行定向的种植和养殖。可是啊，那如果消费者在中途改变了主意怎么办呢？农产品的养殖期漫长，少则数月，多则几年，谁能保证在这期间不会产生跑单的现象呢？是啊，现在是有人监督农场了，那用户谁来监督呢？我们可以想办法和支付宝这一类的预支付平台合作。但如果资金冻结时间过长，确实会影响周转。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答不上来了吧？你有完没完？不是你让我们陪你排练的吗？我没让你演这么像啊！那不都是为了你好吗？据本台记者消息，今日浙江省中部遭遇龙卷风冰雹袭击，某精品农业基地在这次龙卷风中受灾最为严重。基地的5处厂房和近1半果树被风吹倒，损失惨重，幸无人员伤亡。早不刮风，晚不刮风，非在这个时候刮风。上回筋斗云那个项目，马总就拿了张破海报就给推翻了，这回可倒好，实锤呀！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？能有什么办法呀？你能控制大自然吗？除非你是老天爷本人。你要这么说，那就只有老天爷才能做农业项目的头子了。什么叫有资格呀？人家本来就是，都干了几万年了，哪儿轮得着咱们了？胖子，你说的没错，我们都忘了，在大自然面前，我们是多么的渺小，不自量力，愚不可及。你这场龙卷风来得及时啊！您没事吧？没事。
我想明白了，就是因为我们拼命的想要否认风险，才会掉进这逻辑陷阱。农业项目面临的高风险，绝不是任何人力手段可以彻底杜绝的。所以，不管我们怎么迎击质疑，到最后，注定会绕进一个死胡同。用其他类型项目通用的风险标准来评价农业项目，这本身就是个错误。我认为，不能被解决的风险，不是缺点，而是特点。在这种情况下，被质疑的不应该是项目本身，而是我们的评价体系。农业项目的特殊性，就在于它的创始人除了人之外，更是大自然。要想把这项目做好，我们必须尊重大自然，学会和大自然相处。只有这样，才能够真正理解农业项目的优势和价值。吴总，我就想问你一个问题：既然你说这个项目非常有优势，那么就给我们一个实现利润回报的时限吧。到底要多久才能上市？说实话，我不知道。农业项目最大的特点就在于它没有实现，也没有捷径。如果没有办法回答出一个具体的回报实现，我们拿什么来判断我们这个项目是否成功呢？只要这个项目不死，只要它能够生生不息地生存下去，就算是成功了。所有人都认为农业项目的回报周期漫长是一个缺点，但在我看来，这恰恰是一个优点。精品农产品的消费指数近几年持续在上涨，只要我们能够建立信任，找到一个良性发展的方向，我敢保证，农产品永远不会被市场淘汰。好像还没有哪个项目可以有底气地说自己永远不会被市场淘汰的。不过在生命力这点上，我倒是觉得农业项目的确有它的优势。我个人认为，只要我们坚持地做下去，我们就可以成为这个行业的榜样。在这个问题上，可知我支持你的观点，我也愿意代表我个人投出这一票。啊，我支持曲总的意见。您定就成。多谢曲总支持。可知辛苦了，大家都辛苦了。辛苦了，辛苦了。哦，对了，差点忘了，还有一件事情了。哎，小鱼，千里寻仙这个项目是你跟克之一起合作的吗？是啊，但我只负责直播平台这部分。哦，是这样啊。我想了一想，鉴于长期监管的角度，这个项目还是交由你们 TMT 部门负责更合适。从今儿以后，交给你接管了。对不起，曲总，我不能接受。这个项目是吴总一手策划的，应该由他管理。再说了，如果更换投资人，农业基地那边的创始人也不会同意。可知啊，这个任务交给你了，我相信你的能力，你一定可以说服他的。等等，太过分了！他怎么可以逼着我抢你的项目呢？
因为他可以。可以，对他有什么好处？没什么好处，他只不过再次提醒我，他才是老大。那又怎样？就算是预备合伙人，他也不能这么为所欲为。说什么我也不会接受。实在不行的话，我去找合伙人。哎，算了吧。就算你去找合伙人，又有什么用呢？他敢这么做，一定想好了托辞。可是，总不能这么忍气吞声吧？没事儿，我早习惯了。如果你真的想帮我出口气的话，那就帮我把项目好好做下去。真没想到会是这种结果。想到了又能怎么样呢？可曲总为什么总是针对吴总啊？可能是因为没有得到他想要的吧。其实，问题也不光出在曲总身上。像志哥这种不肯低头的人，无论走到哪儿，处境可能都差不多。马总，哎，干什么去？于总让我送份尽调材料，说发布会可能会用到。于总让送的，那送去吧，你去就不用回来了。你来我们部门多长时间了？你整天到晚脑子里想什么呢？啊，就知道啊，讨好于总，讨好其他部门是吗？你还干什么了你？你想要干什么？我问你想要干什么？跳槽啊？去别的部门打报告，书面的、口头的都行。你看，我说什么？得亏听我的。可燃冰这个项目，以后就让他参与吧。你想什么呢？不是，再怎么说这个项目也是在人家手上过的，而且我当初答应过他。答应？你看，就这样。那我一大男人，总不能说话不算数吧？不是，我的意思是，有他在，也许能派上用场。起码咱们能跟风控说上话呀，你觉得呢？那你就先向我证明，如果你能管得住他，咱们再谈让不让他做的事儿。你干什么呢？赵经理，我就是查一下可燃冰的资料，看看有什么可以帮忙的。我让你帮忙了吗？啊，不是，这个项目是你负责还是我负责？如果连查资料都不可以的话，那请问我还能干些什么呢？没事干是吧？那你这样，把咱们这儿这垃圾桶啊都给倒了，然后都给洗干净。帅，这报表对一下，财务那边急着要啊。然后还有那个昨天说的计划书，下班之前一块儿给我啊。哦。还是我们帅靠得住啊！辛苦了啊！
我有点难受。怎么了？这是刚不还好好的吗？一脸汗呢，怎么？不知道，我可能去农村被风吹着了，有点着凉，现在就没什么劲儿。一看屏幕都打晃。那早上医院看看去吧，带你。不是，我回去休息休息就行了。那去吧，走吧。要不然那些资料什么的，我带回家去做吧。行，病了就好好歇着吧啊，工作回头再说。赶紧回去吧，走吧。拿下包。大家跟我说一声啊，好好休息啊。哎呀，行。不是，你不是刚替能源组立了大功，让可燃冰过了风控吗？这帮家伙，他们就这么对你？没什么，我这早都习惯了。你什么时候变成逆来顺受的受气包了？这还是以前的蓝千亿吗？那你说我该怎么办？跟他们正面刚，当面就给他怼回去，大不了就撕破脸，谁怕谁？你能说点有用的吗？我不就是因为脾气不好才变成今天这样的吗？你看你啊，总算是知道问题出在哪儿了，有进步。但是我觉得吧，你有必要改变你自己吗？你到底想说什么？每个人呢都有自己的方式，我就很喜欢你以前的那个样子。你明明就是一个女战神，干嘛要装成小媳妇儿？你说的对，估计他们也是这么看我的。女战神，这得多可怕呀！您交给我的工作都已经完成了。赵经理，我能申请加入可燃冰的项目吗？只要您能让我参加，不管您布置什么样的工作，我都会配合的。整理文件、端茶倒水，哪怕让我打扫卫生都行。想打杂是吧？行啊，先把咱们这个整个传统部啊打扫一遍。整个部门吗？怎么了？不想干啊？没有，我现在就去。可以啊，够威风的。先从让他懂点规矩开始。邱总，咖啡。2杯。邱总，顺便，我帮你吧。不用了，你这不也没什么。这是又被欺负了吧？也不知道能源组那几块料，真是就看着怪可怜的。是吗？我怎么看他像卯足了劲儿，等着宣战呢？你怎么又被喊住了？咖啡。把上面的数据整理成 Excel 发给我。
对不起，我做不了，你找别人做吧。为什么做不了？因为我不想做。我说过了吧，工作不会因为你的想象而改变。对，你说的没错，但我是来工作的，不是浪费生命的。你觉得做这些是在浪费生命？如果只是为了做这些的话，我们为什么要那么努力的通过考核？如果你需要的只是一个打杂的人，那么什么专业都可以，不一定非要是学金融专业的。高思聪，你来了这么多天，难道什么都没有学会？不，我至少学会了忍耐。怎么，今天要提前下班啊？对啊，既然已经看清现实了，留下来没什么意思。你呢？跟我一起走吗？哦，我是说，难得这么早，要不然一起吃个饭，或者陪我去喝一杯什么的。听起来还挺诱人的，不过还是算了，我还有事情要做呢。那个，不管怎么说，还是要谢谢你。谢什么？谢谢你之前给我的建议，你说的对，有的时候确实应该以退为进。看来这顿饭是约不成了，那就各自加油。来，万总，来来来，来，农业基地的相关材料，我们都已经发给于总了。您可以放10000个心，于文丽是咱们公司最好的投资人之一，一定可以帮您把项目推上正轨的。吴总啊，既然是你推荐的人，我相信一定错不了。但是你应该知道，在我心里，最好的投资人只有你一个。其实我们也不想这么做，我明白了，是有不能说的苦衷啊。来，吴总，谢谢你对我的信任。我知道为了这个项目，你所遭受的挑战和非议，肯定远远超过我所能看到的。我敬你一杯。应该的，应该的。谢谢啊。信任是相互的，我们也谢谢您，万博士。好。费尽心血带起来的项目，轻易就被公司转给别人了，这种事，怎么就能接受得了呢？要是放在我身上，我肯定提出辞职。
吴总啊，你是我的投资人，更是我的朋友，我真不想看到你这样忍气吞声。再说以你的能力，找个好的下家，应该没那么难吧？要真想走的话，早就走了。哎，那你为什么不跳？哎，现在要是跳槽的话，不就相当于认输了吗？是吧？认输？这跳槽，你想想，那不就相当于就逃跑了吗？敌人是开心了，剩下来的朋友呢？吴总是个重感情的人，是吧，吴总？是个屁！你真以为你那么了解我？来，再来，我敬大家。每个人工作的理由都如此不同，但又如此的合乎情理。吴总是为了不认输，林经理是为了友情，那我呢？难道就仅仅是为了生存吗？哟，这又喝多了。老婆。呀！好了，多谢。哎，我来，别管了。这么开心，项目谈成还是升职了呀？慢点。项目飞喽！项目飞了，你还喝那么多，你傻不傻呀你？你不懂。我不懂。给你倒蜂蜜水，给你解酒啊。睡好。都他妈想让我走，老子就偏不走。二宝，你看着老师，看着教练。出拳要直，对，记得呼吸。你看着教练。不是看我，看他。别偷懒啊！来，一个。来，再来。注意啊！哎，看着呢，啊，再打10个。1、2、1、2。你平时都喜欢做些什么？哦，看书、运动、看电影。这么巧，我也喜欢看电影，尤其是爱情喜剧。你呢？其实我也喜欢看喜剧，可能是比较解压吧。你工作压力一定很大吧？还好。不过做你们这行的，应该赚的也很多。其实也没你们想的那么多。哦，你别误会，我不是那种物质的女孩，只不过我还在读书，不太了解。我希望以后能把爱好当成自己的工作，这样压力就不会变大啦。有道理。那你以后想做什么？家庭主妇。怎么了？是不是觉得我很没出息啊？哦，没有。我很尊重你的理想。我知道，现在像我这么传统的女孩已经很少见了。
大家都想独立，都想做女强人，确实社会也需要这样的女性。但如果大家都这么想，都出去工作的话，那还需要你们男生做什么呢？男女要各司其职，人类才不会灭绝。如果错过了人类最佳生育年龄，那才是得不偿失。我还从来没从这么高度想过这个问题。如果不想那么多的话，起码也要做自己喜欢的事，对吧？对。那你喜欢你自己的工作吗？通向孤岛的桥，被烟雾深深缠绕，像是这座无人岛的警告。清楚为何来到，把泥土紧紧抓牢，站在风中面带着微笑，没有人的孤岛。得到内心想要，就算初来乍到，无惧世上的风暴。没有人的孤岛，我想大声的叫。泥鳅，去跑步吧。挫折本身就已经够让人疲惫了，有时甚至连呼吸都觉得很吃力。可当我奔跑之后，才发现，那种无力的感觉，只不过是一时的想象。我的身体就是我最亲密的朋友，而跑步，是我与他交谈的方式。他会帮助我，提醒我，人生是一场马拉松，需要的不仅是求胜的意志，还要有足够的体能。一起去看电影吧，新开的百老汇影城，听说很棒。谁的电话呀？啊，一个朋友。您下午是不是要去超市啊？我陪您吧。啊，今天是周末，你就没有自己的安排？有啊，我晚上还要准备材料呢，所以就下午有时间。我说的不是这个。那是什么呀？我都看见了，敢一个女孩约你，你干嘛不去呀？我现在哪有心思想这种事情啊？工作再忙，也不能耽误找对象。这女孩干嘛的？多大了？里边有照片吗？给妈看看。妈，您想多了，普通朋友啊。普通朋友就更应该去了，不就看个电影吗？啊，我听您的，去。小兰，你也来看电影吗？哦，我在附近有点事情，顺便过来了。你平常都这风格，我刚刚站后边差点没认出来。你怎么周末还穿一身西装啊？弄得跟要去面试一样。我是去见一个创始人。怎么样？为什么这么早结束？没谈拢吗？对方思想太老旧了，感觉还活在上个世纪，所以没聊多一会儿就出来了。这样的话，也不用非勉强合作。哎，
你今天想看什么电影？听说逐梦金融圈还挺不错的。我可能想看《烈焰行动》吧，动作片。今天这是怎么了？你们两个一起来的吗？这一路的灯火，用温暖的颜色安慰我疲惫的笑容。这一次放开进退的纠葛，留住星火就能做选择。名利场的规则是偷来的欢乐，我并没拥有戏谑的资格。直到夜深的时刻，无人牵扯，只留这世界与我长河。谁在世俗写的剧情之中用力演出着？谁在精致面具背后沉默冷眼看着？在恍然这一刻，终于明白泪水难得，又何必苦涩？谁在星火点的光芒之中努力燃烧着？谁在涅槃之后理解谁的活着？人生从此清澈，何必在乎